在我们专注于潜在性发炎疾病哈，这个系列里面包括了我们常见的酒糟性皮肤病啊、脂漏性皮肤病啊、敏感肌啊，然后什么青春痘伴随刺激性皮肤炎啊哈，这些疾病里头，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始，就是一开始你就做了控油抗痘。你知道我们皮肤自己会出油出水，然后再加我们的角质，最后它会乳化成我们的天然酸性保护膜，而天然酸性保护膜会造成你自己皮肤的滋润。所以你去看你的脖子哈，我常跟我病人讲，你看你的脖子，你的脖子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又干又油、粉刺又多又暗沉，对吧？可是为什么你的脸会又干又油、粉刺又多又暗沉？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我出油出很多，其实并不是的，好吗？就是当你开始控油抗痘，你人生在13、14岁踏入第一步的错误，你控油抗痘以后，你就把毛孔塞住，然后这些控油抗痘的成分进入你的毛孔以后，它会刺激了皮肤，所以这时候你塞住了毛孔，你的油管很粗，所以油管可能100个油管，还有剩下差不多30个，可是你的水管，也就是我们汗管很细，所以它一下就不见了，然后汗管100个汗管完全就死光了这样，然后你的角质还不断代谢中，那因为你的油还在，水不在，然后所以它就没办法乳化，所以这时候你没有水，没有乳化，这个我们之前讲过，你就觉得干燥，然后你的油残余了30，你就觉得好油，可是你的整个角质代谢，你就觉得很不舒服，你就觉得你又暗沉，然后又粉刺这样，这时候你会做的事情通常都是给它保湿，跟那个加用更多的控油抗痘，更多的渗入，更多的化学性成分进去，然后就使得你的皮肤的敏感现象更厉害，所以你的皮肤本来只有长青春痘，后来它就开始脱皮，脱皮完以后你还继续侮辱它，它就开始烂掉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我本来只是青春痘跟粉刺，后来我就开始变成敏感肌，敏感肌再过分一点，就变成这里脱皮叫脂漏，这里脱皮叫酒糟这样子。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说，酒糟要靠舒肤舒压呢？其实故事很简单哦，你回头想想。当你不断的塞东西进去，你的皮肤其实还是要代谢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自己会出油出水嘛，这是跑不掉的。那它就慢慢形成一个类似高压的压力锅。想想你看哈，你用高压锅去煮一锅绿豆稀饭，然后在你要打开的那一瞬间，你是不是要先放一个泄压阀？你不放泄压阀，一打开就啪照的到处都是，就变成爆米花了嘛。所以基本上一个大量发红、大量长青春痘的皮肤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毛孔打开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。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要让皮肤舒服，你要让它舒压？当你好好的重建它的酸性保护膜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强调说，你要不要考虑给它一点安全的油脂啊，或者用橄榄油，或者用那个长期监测过的安全油脂，你让它上去以后，它的皮肤就会比较滋润，滋润以后，它可以重新去乳化它塞住汗孔的角质酸，重新乳化它塞住毛孔的角质酸，然后这时候你的汗孔、毛孔稍微通畅以后，你就重建了你的酸性保护膜。于是你得到了你的乳液，然后你的毛孔得到通畅，然后于是你就开始舒压了。这时候你的红就可以退。这时候就要回到我们怎么会确定它的舒压哈？分成2段，一段是医师面，一段是患者面哈。医师面在做皮肤镜的时候，我们拍皮肤看到它的角质囤积很厉害，然后都没有毛孔，我们就知道这时候我们要帮它把角质清掉。传统的角质清掉有几个方法，你可以去做雷射，你可以去做果酸，你可以去做一大堆有的没有的，甚至你可以用那个刮刀啊、钻石微雕啊，把皮肤清掉。可是我们选择方式是，你用乳化的方式，就是你用安全的食用油、安全的监测油去重新乳化角质。这个方式的坏处是它比较慢，可是好处是它绝对安全。你想想看，你用雷射，你可能烧的刚好，你可能烧的过度，或者烧的不足。你做果酸，你可能刚好弄到，可能刚好刺激这样。可是你用食用油，你绝对不会刺激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会刺激，这就保障了第一个安全。第二个，在病人端，随着你看到你的纹路的逐渐出现，你的毛孔出来，这时候你长青春痘你就不会讶异，因为以前你长青春痘你很害怕，可是现在随着每个礼拜、每2个礼拜拍一次图，你会看到你的毛孔慢慢的一颗一颗通畅，从没有粉刺变成有粉刺，从有粉刺变成干净，看到你的毛孔长出来，看到你的纹路出来，看到你的皮肤代谢，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跟病人沟通的最好方式，这就是肌肤监测。